妈妈，演员李凯欣被爆出涉嫌辱华，有录音为证，你觉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从他的声明中能够看出来。咱就这么假设，如果他没有问题是被冤枉的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怎么做？他会首先，那不就急了吗？说这绝对是冤枉的，然后他就会说明这件事是怎么回事。比如说我前一个助理跟我不开心，然后所以我们闹翻了，他就来诬陷我，或者他会说我根本没有助理这回事儿，我一直用的都是一个助理。总之他会事实陈述。其实这个录音被爆出的时候是4月份，到了5月才开始这个声明回应。无论是在他的这个经纪团队还是他自己的声明中，都没有提到要追究对方的责任。啊，这是我挺吃惊的，连个章都没有。对呀，就这件事非常的不专业，而且非常不正式，甚至也不着急上火的样子。那假设说他的这些不好的言论都是真实的，我其实挺好奇，他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的说出这么多不好的话，然后还能够都被他这个前助理给录到，然后他是做了什么让这个前助理就非得要爆他？3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这么堂而皇之、轻描淡写的说明说惯了啊。而且他不只是一个说的问题，他这么说是因为这么想，根植在他的如果要这么想，思想里他就根植在他内心的价值观体系，这是他的信念。他真的会觉得我就是来挣钱的呀，我甚至不在乎红不红。我其实挺吃惊的，为什么不在乎红不红啊？因为红意味着长久的成功和热爱，他既不要人热爱他，也不要成就感，他既不要归属感，也不要成就感，他没有。他就是只要钱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短的行为。你可以说他没准备在中国扎根，去赢得这个长期的这个合作关系和喜爱。然后也可以说这孩子自己也没有什么长久的规划，对，没有长久的规划和人生的目标。你觉得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内心。说实话的，怎么能够去想说，哇，这些人就怎么的？他这么样去评价一群人，首先本身就是有偏见，这么负面，说明什么？他心里有一个非常负面的这个认知，就是高高在上、瞧不起、傲慢的感觉。我其实有点不太明白他的傲慢从哪里来的，没有道理啊。而且他的助理应该也是中国人，他能当着他的助理去说这个，一定是不只是言语上的，可能是对他的前助理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不尊重，才会导致他前助理变成前助理。如果他认为这些人全都 silly 那他就不可能用尊重的方式去对待他们，对，就会颐指气使。是的 ，You come on， 那这样谁受得了呀？这是一个大家都是一个平等的时代。我曾经有一任老板，他当时刚刚来中国，然后他做了雷厉风行的做了一些东西之后，大家一片哗然，然后都告状告到我这儿来了，然后跟我说，茱莉亚，他是不是不喜欢中国人？他是不是要打散我们的领导班子？他是不是要改组中国？等等等等一大堆东西。然后大家就人心浮动，就开始有人说，要不行我们就撤了，我们就走了。然后后来我真的是急了，我去找他，我跟他说，作为中国的人力资源总监，我有责任要跟你反映大家的真实的声音。就是我有几个问题，但我不能告诉你是谁说的，因为我承诺呢要保密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不喜欢中国人？他说，我当时就觉得，如果他说是，我就走了。然后结果他跟我说，他说没有啊。他说我其实是因为对中国好奇我才来的。哇，当时我特别吃惊，就是你不是坏人吗？后来他跟我讲了很多，我才理解到，就是如果你不是坏人，那你一定要告诉大家，说清楚。所以后来他跟我说清楚了，我开始带着他去了解中国，因为我发现主要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，所以我带着他到中国去转了20个城市，让他去了解中国。你要真的不喜欢中国，你别在这待着了，因为你早晚会露馅的。对。那如果你要是喜欢中国，不能让人误会，你要表达出你的喜爱。那如果要是你其实还没确定，那你好好想清楚这个事情。就是你要怎么样对待一个不同的文化，然后不同的人群，尤其是这些人是你的客户，是你的合作伙伴，是你的团队。你要重新想，就是你要热爱这一个你合作的你热爱你做的事，热爱你合作的这些人。你不能说端起碗来吃饭，放下碗来，是吧？因为我也碰到过老外比较傲慢的，因为很多傲慢来自于无知。就有人在飞机上，老外问我说，中国大还是日本大，把我要气死了。后来我想我不气，因为是他们无知。那我会怀疑说，要不然就是家里教的，学校教的，环境使然，或者这个孩子其实就没有被教会去尊重和你合作的人。对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倒确实是三观有问题。他也许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人，是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确实是要学会尊重他人。所以说回这个女孩子呢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要和这个世界过好的前提是和自己过好，她要把自己搞明白。
他是谁？你是谁？然后你想要去哪里？为什么？然后是怎么去？你想清楚这些，你才能和别人过好，和这个世界过好。我觉得他还都没想清楚。